很多 YouTube 的观众跟创作者都会抱怨黄标机制太严格，但如果说到这位创作者，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黄标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Logan Paul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Logan Paul 是一位美国的 YouTuber， 在2017年快速崛起，只用了333天就打破最快1000万订阅的频道纪录。截至目前为止呢，他的2个频道分别是2000多万跟500多万订阅，总观看数加起来突破了60亿次。不过他在获得巨大的流量同时，也因为争议影片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批评，甚至还因此成为了第一位被 YouTube 限制盈利的创作者。甚至还有人说，黄标制度就是因他而起。但即使 Logan Paul 已经声名狼藉，他却没有离开荧光幕。近几年呢，甚至还在拳击跟摔跤界闯出了一片天，重回全球最赚钱 YouTuber 排行第9名。到底 Logan Paul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害惨了全球的 YouTuber？ 经过争议事件之后，他又如何东山再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注意，科技界的年度盛事来喽！2023 ARM 科技论坛即将登场，11月1日在台北万豪，11月2日在新竹国宾，千万别错过。今年的活动邀请了国内外多位科技业重量级人物分享，他们会带您了解车用、物联网、基础设施、行动运算和 AI 等领域现在最新的发展趋势。在短短的2天之内，总共有2场主题演说、2场关键对话，还有40场的技术演讲，绝对让你收获满满。如果你是硬体工程师、软体开发人员，或是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都欢迎亲临现场造访伙伴摊位，与数千位专业人士直接交流。参加活动填问卷的朋友，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5 Pro、扫地机器人、无线降噪耳机、空气清净机等多项大奖哦！心动的话，现在就扫描 QR Code 或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免费报名活动，与 ARM 一起重新定义运算的未来。1995年的4月1日 ，Logan Paul 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他有一个弟弟，名叫做 Jake Paul， 同样也是一位网红。他们2个从小就非常的喜欢美式足球，都梦想要成为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职业球员。而爸爸也非常支持他们，还买了一台录影机，想要记录2个人在比赛时的亮眼表现。没有想到呢，这台录影机却意外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当时网络影音开始兴起 ，Logan Paul 跟弟弟都非常喜欢网红始祖 Smosh， 他们就一样画葫芦，在 YouTube 上面开了一个叫做 Zoosh 的频道，然后用那台录影机来拍影片。不过一开始实在没有什么人看。2013年 ，Twitter 旗下的免费应用程式 Vine 开始兴起，很多人都会拍摄6秒的短影片，分享到社群平台，掀起了一股风潮。而同年的3月呢 ，Logan Paul 也开始尝试拍摄短影片，彻底的改变他的命运。可能会有人想说，6秒很短耶，到底要拍什么？但这个限制对于 Logan Paul 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哦，他非常的擅长抓住大家的目光。一开始他跟很多人一样拍自己的宠物鸟啊、狗狗的影片，后来他开始尝试有剧情的内容，像是恶作剧或是搞笑影片。比方说这一只，他踩到了香蕉皮后完美的落地，却又撞到了一个垃圾桶，跌个狗吃屎，短短6秒起承转合都有，让观众忍不住跟着笑出来。甚至他还发挥创意，透过后置技巧拍出了超惊险的救猫影片，吸引了非常多人转传。2013年的11月，他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了 Vine 合集影片，才短短1周就有超过400万次的观看，彻底的一泻千尺哦。但他并没有认真经营 YouTube， 因为 Vine 的收入就足够他生活。他在 Vine 只经营了不到半年就有了100万粉丝，很多的知名品牌像是百事可乐啊、HBO、日子饼干等等都捧着钱请他拍片。根据 Logan Paul 的说法，他的第一次业配收了$2000，但1年之后价格就已经突破了10000元。但他想要更多，比方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人。为了要成为最伟大的艺人哦，2014年 Logan Paul 从俄亥俄大学休学，跟弟弟一起搬到了洛杉矶，那里是美国好莱坞的影剧产业重地。他不只聘请专业的财务规划师、经纪人来安排他的事业，还上戏剧课学表演，甚至还在美剧《法网游龙》当中演出一个疯狂歹徒。Logan Paul 一边靠着 Vine 赚钱，一边稳定的朝着梦想迈进。但没有想到，2016年 Vine 宣布收摊，迫使他要另寻出路。
所以他又重回到 YouTube 开了一个名叫做 Logan Paul 的新频道，除了上传 Vlog 分享日常生活，也会拍一些恶作剧跟挑战影片。当时 Logan Paul 已经非常的有名他在 Vine 上面有高达940万的粉丝，这个超高的人气呢，让他只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在 YouTube 上面突破了1000万订阅，史上最快。那虽然后来他的记录被 Mr. Beast 的西班牙语频道给超越但在当时呢 ，Logan Paul 锐不可挡。2017年他还是最赚钱 YouTuber 排行榜当中的第4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不过2017年底呢，就在一切看似上轨道的时候 ，Logan Paul 发布了一支 Vlog 影片，几乎摧毁了他的事业。青木原树海位于日本的富士山脚下，它有名呢，除了因为有美丽的景色，还因为它是很多人结束生命的地方，被称之为是自杀森林。Logan Paul 原本计划要到这里录影拍摄 Vlog 看看会不会闹鬼，没有想到呢，他们偶然发现一个自杀身亡的人，而 Logan Paul 不止把他拍进影片当中，甚至还对这个遗体开玩笑。影片上线了24小时后呢，就达到630万次的观看次数。隔天呢，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全球热门的关键字，很多人都抨击他的行为很轻浮，不尊重死者。即便呢，他后来下架影片也无济于事。过2天 ，Logan Paul 在推特跟 YouTube 上面道歉，他请粉丝不用再帮他辩护，因为他确实做错了事情，而且也不奢望会被原谅。他承诺未来呢，会用正确的方式传播有关预防自杀的资讯。后来 Logan Paul 呢也确实发布了一支关于自杀防治的公益影片，有超过3000多万的观看，但大部分的人呢，对于他的忏悔跟弥补都不买单。很多人都说他的道歉看似真诚，但他其实是个惯犯。推特上有个叫做 We the Unicorns 的使用者呢，剪辑了过去 Logan Paul 的影片，踢爆他在日本还做了其他更冒犯的事情。在影片的开头 ，Logan Paul 先是说我们要小心尊重日本文化，之后就开始做出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行为，像是在东京的闹区投在斗笠学忍者跑来跑去，朝着路人警察丢宝可梦球，或是把刚买来的 Game Boy 摔烂再投诉老板，甚至还在大街上面脱裤子。各种脱序的行径被很多人批评他根本有种族歧视，总共有超过70万人在请愿网站上面联署，要求 YouTube 删除他的频道。2018年2月 ，YouTube 出面回应，他们会停止所有跟 Logan Paul 的商业合作，并且承诺将他从 Google 精选下架。这里的下架是指说呢 ，YouTube 会把他从前5% 的创作者名单当中剔除，不会优先推荐给广告商，而 Logan Paul 的收入来源可能会因此降低，但他还是可以透过一般的商业计划获得分润。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非常不满早在2017年初呢，美国就有很多的广告商宣布要抵制 YouTube，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花钱投放的广告呢，常常会被安插在一些极端主义或是种族歧视的影片里面，破坏自己的品牌形象，而 YouTube 却没有相关的措施可以预防。那虽然8月 YouTube 推出了黄标制度，但年底又发生了 Logan Paul 事件，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因为 YouTube 的处理力道太弱才会这个样子，然后还对于 Logan Paul 的处分这么的轻微，真的非常糟糕，所以各界的抗议声浪又更加的强烈。但话说回来，虽然 Logan Paul 面临到几乎来自全球的围攻但他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找到了其他重新站起来的方法。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的2月，当时有位叫做 KSI 的 YouTuber 公开挑衅 Logan Paul。KSI 呢是目前全球订阅数最高的黑人 YouTuber， 有2400多万的订阅。他在当时呢用压倒性的比分打败了自称是最强的拳击 YouTuber Joe Wheeler。那夺冠的当下呢 ，KSI 对当时争议很多的保罗兄弟呛虾，问他们敢不敢挑战这条冠军腰带。没有想到呢，他们还真的接受了。当时呢有很多人都想要看到 Logan Paul 被痛扁，再加上呢双方动不动就在网络上面叫嚣挑衅，把这场比赛越炒越热。拳击赛的票价呢最贵还卖到将近2万台币，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比赛最后有高达了 2.1 万粉丝购票入场， YouTube 上面呢只有 88.4 万名的观众付费看直播。值得一提的是Twitch 上面的盗版观看呢更达到了100万人次。后来结果是双方平手，他们约定隔年，也就是2019年要接受专业的拳击训练后再战。第二场的战役呢，因为 Logan Paul 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由 KSI 获胜。根据媒体的报道，双方至少拿到了$90万的出场费。那虽然这几场对战让他们的荷包满满，不过很多人都抱怨他们只是在网络上面假吵架争捞钱，根本不是认真要打拳击。结果 Logan Paul 直接宣布加入职业摔角，让很多人看傻了眼。2022年的7月 ，Logan Paul 跟美国的世界职业摔角公司 WWE 签约，宣布加入职业摔角。一开始因为他过去的黑历史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觉得这可能只是噱头而已。
但其实 Logan Paul 高中毕业时呢，就已经获得了俄亥俄州高中体育协会的1级摔跤个人锦标赛的资格。所以他靠着成熟的摔跤技巧跌破了大家的眼镜，而且还因为各种奇葩的飞扑动作，让他的人气在摔跤界飞上。而今年的8月夏日狂潮当中 ，Logan Paul 更是打败了职业拳手 Ricochet， 被很多人称赞是摔跤界的潜力新星。他在运动界的亮眼表现呢，除了让他在去年重新回到了最赚钱 YouTuber 排行的第9名，也让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他跟曾经的死对头 KSI 共同成立了运动饮料品牌 Prime， 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强力曝光，这款饮料呢变成了许多青少年间的热门商品，不止卖到缺货，网络价格翻倍卖，甚至还传出了有人把空瓶借给同学拍照都要收费的消息。不过 Prime 跟 Logan Paul 一样呢，也是争议不断，有很多的国家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偏高，可能有成瘾性，禁止在学校贩售。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人对于 Logan Paul 的印象就是那个害大家被黄标收益减少的坏蛋，但深入研究发现呢，黄标制度在他之前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其实 YouTube 这个平台一直都有内容控管的争议。那我们也换个角度想，如果自己是 YouTube 官方，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派人强力的审查影片内容吗？先不要说怎么执行哦，首先要面临到的就是限制言论自由的嫌疑。但如果完全不管，无视广告上的抗议，最后就是创作者拿不到收益离开平台，观众也因为没有好的内容不再使用，平台最终也只能够走向灭亡。这样一想，目前靠 AI 判定是否黄标再进行人工审查的方式，虽然不算完美，但好像也是目前最折中的方式了吧。那最后我们也想要谢谢大家哦，常常在这个黄标影片下面留言抱不平，那有了大家的互动，就能够多多的把影片推出去，让更多人看到，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对 Logan Paul 的感觉是什么呢？ A. 佩服哦，虽然以前很屁孩，但看他认真打拳击跟摔跤，有被打动的感觉。B. 还是讨厌哦，感觉就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博关注。C.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不太会看他的东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Logan Paul。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Splash 以及 Mr. Beast。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